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股市中总是只有少数人能够长期获利，而大多数人却经常是赔钱收场？甚至有人因此不再进入市场，也不断告诫他人股市是危险的。但当你去了解他们亏钱背后的原因，得到的不外乎都是听信亲友推荐或看了财经节目及报章杂志买股票，看到近期某项资产水涨船高而跟风买进，被获利的欲望冲昏头而融资过高的杠杆最终超出自己负荷。他们大多从没上过投资课程，没学习过相关金融知识，一本经典书籍或许也没看过，甚至连自己买进股票的公司在做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想花时间学习，但却能够轻易投入毕生积蓄，想要大赚一笔。这种行为和赌博基本上没有区别。或许一开始曾经有吃到获利的甜头，但这种完全依靠运气的交易很难长久，经常最后又是全部赔掉。所以危险的并不是市场本身，最危险的永远都是自己内心。当投资人抱持着一夜致富的心态进入市场，那这里对他们而言就会变成赌场。能长期在市场里赚钱的，往往不是最聪明的人，而是那些能控制自己情绪并冷静思考决策的人。今天带大家先从5个角度来认识投资心态，帮助我们能在市场里走得更远。1、情绪如何影响决策？很多人一开始投资时，可能都会以为只要找到标股或是听信名牌股，财富自由就指日可待，但却总是事与愿违。他们经常都是买了以后股价下跌，卖了以后股价反而上涨，不然就是一看到利多新闻就冲进去，反而买在高点，又或是看着账面亏损，总是急着砍在最低点。以上这些追涨杀跌的情绪，也正是大多数人经常会经历的事情。但你是否可曾觉得奇怪？这些人彼此并不认识，却为何经常又会做出了相同的决策？因为市场其实就是集体意识的集合，在你当下所感受到的情绪，也正是其他人所感受的。但大多数人并没有这层理解，所以经常会看着市场股价涨跌，情绪跟着波动，并以当下情绪带来的反射行为来买卖手中股票。这就是情绪主导决策的表现。市场情绪就像钟摆一样，它是一种频率。当交易者心情不知不觉被股价涨跌的数字主导，当然就很难做出理性正确的决定。市场短期是投票机，长期才是称重机。当你被情绪牵着走，其实就已经偏离了你原本的策略。真正决定你成败的，并不是智商高低，而往往是你如何面对自己内心的情绪。2、事后反省与检讨的重要。多数输家会有的一大共通点，就是他们不懂得反省与检讨，经常会把每次亏损怪罪给市场、主力或身边亲友，甚至产生市场阴谋论这一类的受害者心理，认为自己总是会亏损，都是被市场坑杀。经常存有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，这会让人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而无法调整策略与进步。要摆脱这种想法，首先要理解，市场本就是不确定性的，它从来不会针对任何人，它反而是最公平的一种存在，因为所有的交易就是出于自己意愿所决定的。所以如果经常亏损的话，那一定是自己有认知不足的地方，需要意识到这点，尽快开始学习与调整。投资并不是每次出手都会赢，而是每一次是否有从交易经验中学到东西。赔钱的单子其实正是你的老师，只要你愿意回头看看，它就会是一个让你成长的机会。例如这次亏损是策略错了，还是临时改变了原本的规划？当时的情绪是什么？是因为恐慌，还是过度自信？懂得事后反省与检讨的人才会有所进步。人是很健忘的动物，建议养成写投资笔记的习惯。每次交易后，记录自己的决策逻辑与当时情绪，下次遇到类似状况，你会更有掌控感。3、风险意识与规划。
很多新手都只在意我能赚多少，但老手想的是，我最多能承受多少损失。投资不是去赌场压大小，而是资金配置与风险管理的艺术。在股市中，我们的获利正是来自于风险溢价，没有风险就没有报酬。要理解，我们本来就是在市场风险中获得长期回报。当你如果萌生想要一夜暴富的想法，当然也需承受同等巨大的风险。投资不是不能亏损，而是要如何避免大幅度的亏损，这是我们可以事先规划的。投资是关系到一生乃至整个家庭的大事，必须把风险承受度摆在获利之前去思考。进入市场之前，就要先问自己，我能承受的最大损失是多少？学习资产配置是保障根基最重要的一环，例如设定停损点，不重压单一标的，采多元配置，建立低相关性的不同资产类别，达到风险平衡的效果。另外，可配置适当的现金或避险部位来当作避震器，不要心存不可能的态度，因为市场就是不确定性，任何意料之外的情况都有机会发生。所以投资最危险的就是认为这次不一样。做好风险规划，才能让你在风暴来临的时候不至于被全盘拖垮。4. 交易系统的建立。所谓交易系统，是建立一套适合你自己的决策流程。这会因人而异，因为每个人的个性以及操作商品特性都不相同。短线与长线的交易系统也会使用不同策略。系统化有3个好处： 1. 减少情绪的干扰； 2. 有纪律可依循； 3. 可持续优化。一个基本交易系统一般会包含以下几点： 1. 进场讯号，例如突破均线； 2. 出场条件，例如停损 5%、获利 10% 或跌破均线； 3. 部位控管，例如依照产品的风险程度配置持有的资金比例； 4. 记录与回测，例如持续追踪绩效与调整。虽然市场经常是无效的，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地方，但将时间尺度拉长来看，却又存在着一定周期规律。交易系统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如何避免不确定性造成伤害放大，并跟随其中的规律获利。在开始建立系统之前，最重要的是先认识自己，了解自己的投资偏好、产品属性、投资时间尺度。当制定好一套策略时，是需要有纪律地执行一段时间来验证，不能短时间过度频繁地修改。例如，一下使用长线策略，一下又想改成短线策略，这样只会打乱节奏，更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。没有任何策略是完全不会亏损的，重点是亏损可控，且具有可持续性的获利。世上没有所谓最好的策略，只有适合自己的系统。这需要长期的经验累积，逐步调整来建立。5. 持续学习。投资就像一场马拉松，而不是短跑比赛。每一位令人敬佩的投资大师，他们都有持续学习的共同习惯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停下脚步，持续地对任何事物保持好奇心。任何类别的知识都可以涉猎，学习也是一种复利，每天让自己变得更聪明一点。学习的方式很多： 1. 读书、听 Podcast、看财报； 2. 参加线上课程； 3. 跟观念健康的朋友交流经验； 4. 反思自己的交易记录，这点很重要。透过多元而持续的学习，扩大自己对事物的理解，提高认知，建立独立思考与判断力。这不仅仅是在投资决策上，对于我们在面对往后人生道路上的抉择，也都有所帮助，让我们能尽力做出正确判断，引导自己的人生方向，并改善生活。不随着新闻媒体等外界讯息影响，市场有 80% 以上都是推测或过时的媒体讯息，对于事实毫无实质帮助。但人们过度习惯依赖市场消息来操作部位，也更容易被夸大、戏剧化的消息影响。
这也就是为什么市场中总有大多数的人会输钱。小道消息正是情绪的催化剂，也是主力与各大投资机构用来影响人心的工具。人们在股市中常犯的错误，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，而是因为他们深信错误的东西。在这个持续学习的过程中，你将会发现，每次市场震荡都将是一次教训与机会，每次的失误也会是一块垫脚石。在这里总结今天的5个重点：一、情绪会影响决策，学习感受并控制情绪。2、事后反省与检讨是成长的催化剂。3、没有风险规划就没有长久的获利。4、建立一套适合自己、有纪律执行的交易系统。5、投资没有终点，持续学习才是唯一解方。希望今天的影片能帮助到刚接触市场的人，在投资初期就能先有良好心态的建设，避免走了许多弯路却还找不到方向。毕竟市场是无情的，都是拿真金白银投入，有些投资人初期的心态没有建立好，被一时的贪婪冲昏头，以至于没有掌握好风险，只是经历一次失误，甚至连重来的机会都没有。情绪的掌控需要一定时间的累积和自我训练。当新手刚进入市场，一定还是会有所波折，这都是必经的过程。但当你提前有这5点的心理建设，它可以帮助我们避免受到重创，并从过程中更快体会并调整到适合自己稳定获利的方法。重要的正是学会与自己内心对话。觉得很难做到的话，也可以将这个影片存在你的影片清单中，时常回放来提醒自己。影片的最后，想再次提醒大家，任何的投资行为都需要依循正式合法的管道，自己学习，自己下单买卖。举凡任何要你转钱帮你投资的都是诈骗，包括亲友也一样，因为或许亲友也是诈骗受害者而不自知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内容，欢迎订阅这个频道，未来我会持续在这里更新相关影片，让我们一起在投资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稳健。我们下次再见。